注意看，这个老神仙使出3头6臂大神通，心思一动，便降下9天雷霆诛邪灭魔，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。他乃位列仙班的白狐老祖，本不应该随意下凡，即便族群遭受灭族危机，也是如此。要知道，对方可是北魏国师，代表着人间气运，一纸诉状就能上达天听，向玉皇大帝告状。但谁让国师的敌人叫达摩呢？作为禅宗第28代祖，达摩受到佛祖指点，来到中原传播大乘佛法。经过一苇渡江的光辉事迹之后，南梁国主已经顿悟，率领全国百姓扫踏相迎，派出特使请达摩回归。可大师却明白，如此模样的国度已经不需要他弘法，现如今身陷魔障的北魏才急需他前往。这一路可谓是困难重重。北魏国师留之三藏，心思歹毒，眼线众多，这狐妖一族受他所制，也不得不违心陷害达摩。就差一点，他就要提前去西天向佛祖报道了。所幸狐女心地善良，实在不忍心下死手，而正是此举让狐族躲过了一场大难。原来那留之三藏包藏祸心，利用狐族的同时，还想着赶尽杀绝。他派徒弟眼空出手，率领着一大批和尚，浩浩荡荡来到狐族大本营，见到活人就大肆屠杀。这群妖精虽然有几分道行，可怎么能对付得了北魏朝廷？顷刻之间死伤惨重。狐女此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，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让达摩苏醒。狐女将自己的内丹吐出，不惜放弃1000年道行，只为弥补犯下的过错。而达摩苏醒之后，也是大发神威，外面那些渣渣不是他的一合之敌。大师只是默念阿弥陀佛，万丈金光便冲天而起，所有的伤害都被反弹，还是得到佛法加持的无敌状态，大罗金仙也打不破。狐族子弟纷纷顶礼膜拜，而达摩却很是迷茫。佛祖让他前往中原弘法，可一路上种种令达摩的心十分乱，一个个女孩为他付出一切，他到底该如何是好？忽然大日绽放金光，佛陀显灵，解答了达摩的疑惑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此去弘法不得有误。达摩听后坚定了信念，立志让大乘佛法传遍整个中原。而与此同时，他的同伴却逐渐黑化。高小禅爱慕着达摩，对他身边的其他女孩十分嫉妒。留之三藏稍一挑拨，就把他洗脑收为卧底，沦为反派的爪牙。从敌人那里回来之后，高小禅心思越发毒辣。狐女为达摩献出内丹，现在正是虚弱的时候，而他则趁此机会想彻底弄死狐女，嫉妒之心着实可怕。狐女直接显露原形，上西天去了。狐族上下悲痛不已，高小禅却一脸无辜。达摩回来看到这一幕，简直是不敢置信，心里难受不已。不过他有办法能起死回生。就在几个时辰之前，猪头三等人刚刚逃出反派魔掌，在饭店里惊魂未定，遇见了一位帅气的大侠。此人乃是神龙得道，曾被达摩给予舍利子修行。此次前来报恩，不仅传达了南梁国对大师的崇敬，更是将舍利子送还。这是佛门至宝，在达摩的手里能让狐女起死回生。只见佛光阵阵，女孩的白须渐渐收起，最终成功复活。但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，作者他没有心，下一秒就给你来一刀。高小禅通过猪头三得知此事，心里愤恨不已，转头在和三藏交谈时，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。老家伙心思狠辣，趁着达摩离开，再次派手下去屠戮狐妖。这一回可真完了，狐族上下数十口统统被眼空杀死，最后只剩下狐女跟他小弟。眼看这一族就要彻底完蛋，高空的一团意识忍不住了，掀起大雾救走了2人。随后他在2个猎人身边显露身形，让对方拯救自家的后人，送上的些许银钱就当是回报。很快猎人便按照指点将狐女2人带回家疗伤。天规森严，老神仙也只能出此下策。身处荒郊野外，敌人一时之间也无法找到，姐弟俩倒也能暂时休养生息。而三藏很显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，他是北魏国师，附近的势力没有敢不给面子的。一声令下，全军出动，不将达摩等人除掉，绝不罢休。高小禅亲自充当领路人，可怜可笑。直到此时，他还以为三藏是好人，做着与达摩双宿双栖的美梦。此时大师在野外寻人，恰好遇见2个猎人，可因为三藏等人同样属于佛门，所以猎人对达摩十分警惕，好说歹说才肯相信他们。而三藏手下的黑羽军已经来到这里，达摩当仁不让，上去阻挡。猎人看得心急，大师这么好的功夫，干脆全杀了算了。只可惜达摩乃是真正的僧侣，从来
来不杀生，只是可怜狐女的族人全部下了黄泉，也没有人能伸张正义。猎人带着小宝先行回家，商量该怎么办。而三藏老巢得到消息之后，高小禅一马当先，带着黑羽军前来寻找达摩。面对自己的亲近之人，达摩自然没有防备，很快就上了套。高小禅天真无比，认为三藏获得胜利，达摩就能属于他了，一步步将大师引诱到陷阱。辛苦黑羽军立功心切，半路杀出来阻击达摩，这才没落入坏女人圈套。无论是现在的狐女，还是已经陨落的飞天姐妹，都不知道比这蠢女人好多少倍。可怜的达摩大师弘扬佛法的道理实在是困难重重。高小禅让人不喜的地方不仅是如此，这家伙四处游荡的时候听到了狐女的声音，对方正和猎人一家其乐融融，在空地上练剑。高小禅一口咬定这就是狐女，狐族已经灭族，有漏网之鱼可是大事。小兵反复确认之后，发出信号召唤增援。很快，大批黑羽军就杀了过来，敌众我寡，战力悬殊。除了狐女，其他人纷纷被擒下。高小禅就在一旁看戏，善良的狐女还以为他也被抓住，拼尽全力将其救走。事后询问女人情况，误以为达摩也被抓走，伤心的流下眼泪。而高小禅在背后不屑一笑，心里诅咒他怎么没跟族人一起去死。同样是爱慕达摩，飞天愿意为达摩付出一切，弃暗投明。最后姐妹俩双双牺牲，狐女同样被反派驱使。结果心地善良，屡次施以援手，即便爱慕男人，也一心一意希望达摩能实现理想。反观高小禅，为了自己的可笑愿望，竟然直接投敌，残害达摩身边的好人，瞬间高下立判。另一边，达摩本人解决完追兵，来到猎户家寻找同伴，看到四下无人，立马知道大事不好。被抓走之后，这帮人被关在附近一个叫大梁寺的寺庙。虽然都听从三藏号令，但方丈也是有私心的。他得知舍利子的消息之后，对这小屁孩大献殷勤，想跟达摩见一面，弄到宝贵的舍利子。可不料老和尚对猎户等人的善意竟被黑羽军统领发现，二话不说就扣上一顶奸细的帽子。这要是让三藏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！两人瞬间大打出手。这地方可是寺庙，别的不多，就是秃驴多。黑羽军本来就跟老和尚在伯仲之间，这一下直接凉，被心狠的方丈给灭口。随后赶来的黑羽军见不到首领，自然不肯罢休，两拨人马再次大战起来。这是个好机会，小宝正好在外边游荡，趁机将僧侣全部引过来，然后和猎户等人逃跑。高小禅也在角落看戏，刚想有所行动，达摩就神出鬼没地出现在背后。事到如今，女人仍旧在劝阻达摩离开北魏，但志向远大的人才不会遇到一点小挫折就放弃呢。达摩等人会合之后，继续往山野逃亡，途中遇见一处诡异的石阵，人在里面怎么也找不着出口，这却是白虎老祖所致。他的族人都快灭族了，不出手对得起老祖的身份吗？黑羽军追杀至此，同样无法穿透石头阵，算是给达摩等人留下了喘息的时间。狐女之后也来到这里，主角团算是凑齐了，就看三藏法师如何应对。听到手下说找不到路，三藏也没太惊讶，山野丛林有那么一两只精怪也很正常。现在是他亲自出手的时候了。只见巨石开始快速移动，方位不停变化，三藏不屑一顾，雕虫小技，岂敢班门弄斧，纵身一跃跳到石头阵，身法那是异常的灵活，宛如猿猴上下跳跃。最后双手往天上那么一举，两道红绳冲天而起，死死捆住每一个石柱。此乃天罗遮日大法，是一门无上神通。破除这小小的石头阵简直不要太容易。里面狐女正要跟达摩谈私事，三藏的大军就杀了出来。这一次可跟往日不同，三藏法力精深，掌心一吸就把狐女擒拿到手心，在那里向达摩疯狂叫嚣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。石像眼睛闪闪发亮，大日绽放无上光芒，霎时间天崩地裂，石柱纷纷倒塌，众人无比的惊慌。三藏即便法力通天，也无法镇压这个场面。一阵混乱过后，众人被送了出去。狐女心知肚明，却不好跟达摩解释，而三藏则很快找到源头，站在石像前出言威胁。未经玉帝允许，天上的神仙干涉人间，乃是大罪。老家伙修炼成个仙不容易，别不知好歹。石像绽放光芒，白虎老祖显露身形，说道：“三藏，你也是佛门弟子，怎能不知收敛？迟早会受到制裁。”三藏不屑一顾，这就不用你的道门操心了。中原的佛门正统非他莫属。见状，老神仙离开，去河边找到了狐女。为了他们狐精的未来，一定要帮达摩完成理想。
其实女孩老早就想把舍利子还给达摩了，可失去内丹之后，再没有舍利子，狐女会死的。达摩不同意，狐女就趁着对方分神，直接用嘴对嘴强行渡过舍利子。高处的三藏看到这一幕，大叫不好，连忙率领手下过去阻拦。达摩二人正值关键时刻，根本无法对敌。忽然猪头三挺身而出，为达摩挡下攻击，也算是偿还了早年间的孽债。上西天之后，达摩的师傅肯定会关照几分。达摩得到舍利子，与三藏展开对抗。只见大地爆裂，一招岩石突刺挡下攻击，随后诵经念咒，相互比拼内力，两人旗鼓相当。关键时刻，一道金光飞来，白虎老祖闪亮登场。这一次他可是有备而来。三藏质问对方，不怕玉帝惩罚吗？老狐狸嘿嘿一笑，没有玉帝的准许，他怎么敢插手佛门的事情？这下三藏完蛋了。白虎老祖好歹也是个真神仙，只见他使出三头六臂大神通，召唤9天雷霆，一招就把三藏给打飞。随后白虎老祖拽着狐女缓缓飞天，得此大功德，成仙的道路上一片坦途。而狐族的延续就靠着刚找到老婆的狐三了。众人纷纷跪地感谢老神仙的帮助。高小禅更是在心里忏悔，是他错怪了狐女。而达摩也得到佛陀指点，下一站要前往洛阳少林寺，大乘佛法将在那里发扬光大。那么前往少林寺的路上又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呢？下期视频为您揭晓。